大家好，我是公子沈 YouTube 频道之前的一个粉丝。我最近被公子沈推荐的一名中介套路了5000块钱，然后有跟公子沈取得邮件上的联系，但是他并不觉得这位他推荐的所谓有资质的中介的行为有任何异常，所以我打算把我跟这位中介从头至尾的所有沟通记录分享出来，由大家来评判。尤其是那些跟我一样有计划润掉的人。我是通过公子沈在2022年10月22号的一条推文联系到这位跟我发生纠纷的中介的。可以看到公子沈有在推文中明确的说明，这些中介都是他认识的，并且拥有资质的从业人士。虽然这里没有具体说是什么资质，但是一般理解来肯定都是至少是有政府合法性授权的一个中介。但是这里可以看到他已经把这个推文给删掉了。我这里是截图，这下面是他的一个原推地址，可以打开看一下。OK， 这里可以看到公子沈之前他推荐的所谓他认识的有资质的中介的联系方式都被他自己给删掉了。这是我跟公子沈推荐的中介第一次取得联系的一个记录。因为第一次电报加他的时候没加上，后面微信跟他联系上，相互自我介绍之后，我让他把我从微信上删掉，后续都跟他在电报上沟通，然后他让我给他先转500块人民币，作为一个咨询1个小时的费用。中介收费咨询这点我并不奇怪，因为之前在5月散人的视频中，他有聊到过这个话题，就是有很多人，海量的人想从中介这里免费套路信息，然后中介为了不耽误自己时间，所以设置了一个门槛200块。我没猜错的话，5月散人说了他这位中介朋友应该就是日本那位石川港，因为我在 Twitter 上有同时关注他们两个。石川港是我印象中第一个公开说要收费咨询的中介，而且时间上是石川港先在 Twitter 上说要公开收费咨询，后面才有5月散人拍视频聊这个话题，所以时间上是这么一个顺序。但是公子沈他推荐的这位中介要收费500块，我当时确实奇怪了一下，因为我的参照就是5月散人和石川港，但是我后来又把它合理化了，因为我觉得公子沈他有很多粉丝，很多人都会添加他推荐的中介，人一多，能够支付200块的人很多，但是人多你就不能保证服务质量，所以我当时就猜肯定是中介为了保证服务质量，所以为了进一步过滤有诚意的人，所以把价格提高到500块。因为公子沈他做的视频虽然不说非常非常专业，但是都是很认真很用功的，所以我觉得他公子沈推荐的这个中介肯定也是很认真很用心的，所以我就把这500块的咨询费给合理化了。当然价格都是主观定制，有的中介觉得自己牛逼，就是要定价比市场价高很多，那无可厚非。但是作为买方，我肯定要货比三家有个对照。我也不是什么高端用户，我觉得石川港定的200块就比较符合市场当前的一个价格，所以会拿它作为参照。然后下面是我跟他当时沟通的一个记录，我还特别跟他说提到了公子沈，是因为公子沈我才找到他，然后特别给他写了一封邮件，大概有1000字左右吧，里面把我工作的履历和我的语言水平我都写得很清楚，就是为了让他先看一下，然后语音沟通的时候能够更高效一些。这是当时给他支付500块咨询费的一个记录，他给的是中国境内的一个银行账号，我用云闪付给他支付的。但是让我意外的是，跟他语音的时候，他并
没有仔细看我的邮件，对我的情况其实并没有了解。我只是觉得我给你500块看一篇文章，就好比把我的情况给你，你给我分析一下结果，500块一个小时，就算包括你看文章的时间，500块一个小时还不够吗？所以当时这一点我是有所警觉的。然后一个题外话，在加拿大，我不知道公子沈推荐这位中介是否有入籍加拿大，因为我看他微信圈里面的照片，他有为了提高他的信用，还特地把他在加拿大的一个驾照的照片给放出来，以证实他的可靠性。这是我印象很深的，但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入籍。如果说入籍的话，那么他就受加拿大法律的一个监管。在加拿大作为移民中介收费咨询是可以的，但是也只有合法的、有持牌照的中介才有资格收费。如果你不是合法的，你收费咨询了，可以以欺诈罪来起诉你，报警。这就是我为什么说公子沈他有欺诈，因为公子沈是说他们是有资质的，但是实际上这个中介是没有资质的。基于这一点，公子沈就是在欺诈我们粉丝。这是我第一次正式跟中介进行收费咨询的一个记录，跟他语音通话了18分钟。中介给我的方案是走留学，因为我的护照有效期，明年10月份就到期了。一般情况下，你护照有效期不足6个月的话，签证就不再下发，所以我护照的实际有效期不足4个月。当时就特别焦虑，然后在11月15号那段时间有在网上看到一个截图，应该大家都看到过，就是说内部消息，中国以后护照的申请就会很严格，一般理由的话就不再受理。所以我11月12号的时候，我去当地的出入境管理局有去确认了一下。我问他，我说我护照丢失了，我想挂失重新办一个可以吗？他说不行。我说为什么？他说规定。我说你把规定拿出来。他说没有规定，现在都这样子，反正就很应付，很搪塞。这也见怪不怪，他们都这德行，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认的一个理由之一。所以后面我又追问了一下，我说那什么情况下可以办理护照？他说工签或者是留学。我说那具体要什么材料吗？他说工签的话要你公司开各种证明，留学的话你要学校的通知书和缴费证明就可以。所以后面中介就给我的方案是走学签，因为即使我护照到期之后，只要有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和缴费证明，我就可以去申请新的护照，再去申请签证。所以当时是定了这么一个方案。但是在跟这个中介沟通的过程中，他有让我感到不正常的地方，因为在我跟他敲定走留学方案之后，我有明确告诉他，我说我现在就只是急着合法的出境和合法入境，润出去就可以。过去选什么专业其实不重要，然后只要1年留学就可以了。然后这是明确告诉他的，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有在软磨硬泡，想建议我再多留几年学，所以我当时就警觉了，怀疑中介吃委托人学费回扣的情况可能会发生在我身上，但是无法确认。这个聊天记录是在跟中介正式收费咨询之后，我把我的护照复印件、身份证基本信息发给他，他准备把合同发给我，然后临时要我支付5000块钱，然后才能查看合同。然后聊天记录里面可以看到，他说是2份合同，中英文各1份，但是他没有说这是2个内容完全不一样的，跟2个不同的人签订的合同。这个时候我还以为2份合同中英文互为一本，内容其实是一样的，但是他并没有说。即使我后面跟他语音之后，他语音也没有提，只是跟他确认这5000块中介费是包含在总费用里面。
下面是我给他通过云闪付支付的一个费用的记录。所以当时其实我是有顾虑到，如果万一跟他发生纠纷，这5000块肯定就拿不回来了。但是有考虑到有工资省的背书，所以还是支付了。这段证据是在我给黑中介支付5000块人民币之后，他发给我的2份中英文合同。2份中英文合同内容完全不一致，也不是我之前认为的只是互为一本而已。尤其是乙方的署名不一样，中文合同的署名是工资省推荐的所谓的有资质的中介，其实是黑中介的签名，署名不是签名，他们没有签名，是空白合同。然后英文合同的署名是在加拿大具有合法牌照资质的中介的名字，然后可以打开他们的一个监管机构的网站，就这个叫 CICC， 然后我这个合法中介的 number 叫531231，可以根据他的这个 number 去这里搜索，然后这边已经搜索出来了。这个有牌照的中介名字叫荣木，他的状态是 active， 然后可以看到他的 contact， OK 出来了，他在 Burlington， 在 Ontario Canada。 OK， 但凡你在加拿大雇佣的任何一个中介，只要他是合法的，就一定能够在 CICC 的这个数据库中查到他的基本信息。如果查不到，那肯定是黑中介。所以这个时候情况就已经很明朗了，工资省把我们卖给他所谓的有资质的中介，其实是黑中介，再由黑中介把我们卖给白中介，最终再由白中介代表我们去向加拿大移民局办理各种手续。然后对，我签字了，我为什么要签？所以我自己也反省了2个方面。我自己很急，因为我的护照有效期不足4个月，我担心我错过这4个月我就弄不掉了。然后第2个就是有工资省的一个背书和信用在里面。因为我觉得看工资省的视频，我觉得他不会是一个表里不如意的人，看着还挺正直，至少你能讲一些很多在中国不能讲的话，所以我没有对他的信任有太多的一些怀疑。所以即使最坏的一种情况，工资省可能也是被中介给骗了，这个时候我找工资省去协商下，我觉得应该不成问题。这也是我当时想当然的一个想法。后面我跟中介的最后一通通话我有录音，然后我又回头重听了一下，然后中介在里面解释说，本来只签1个合同，但是他的会计提醒他要分开，不然的话会可能有税务的一些纠纷在里面。这的不是把我们当猴耍吗？这段证据聊天记录是在我签完字合同之后的第2天，黑中介让我支付剩下的中介费。因为当时这是18号，是17号我签的字发给他，然后他在18号的北京时间2点，也就是他的白天。因为当时签完字的时候我就说要支付，他说让我等到第2天。我当时还奇怪为什么要等第2天，他其实是想让这个汇率再涨一点，然后可以多收一点。然后他18号凌晨，北京时间凌晨，加拿大的白天，他让我按照5.491加拿大 dollar 对5.49人民币的一个汇率支付剩下的中介费。然后这明显是比较高的，所以我就去谷歌里面搜了一下，然后我并不是要让他按照我提供的这个谷歌出来的汇率来支付，而是让他把他的汇率参考的来源给我看一下。他给的回复说我是中间汇率，他的是离岸汇率 OK， 这个都无所谓。我也查了一下离岸汇率也是 5.37， 所以我在文字中跟他明确说明了，我说我对外汇知识不了解，以后还会遇到
办手续的过程中还会遇到各种新的知识盲点，他们这些中介也不可能给我一一解释，所以这些重要的信息我是希望他能够贴出来源，同时也把它作为合同的附件，也是履行我们一个协商的一个义务。然后他好像急了，他就哗啦啦发了一大堆文字，反正就是原厂吧。后面他直接改口叫兄弟了啊，没办法兄弟，我也不愿多受。之前都还很客气，突然社会气这么重了。然后他又发了一个被他割的韭菜、上割的韭菜的一个支付截图来说服我，想利用从众的心理来说服我。然后还说我的汇率是优惠的，所以这个时候他这么一通解释，这么急迫的给我解释，反而还印证了他不靠谱的一个更确定的一个证据。所以后面我又在这个时候，其实我就已经决定要终止合同，然后我又回头把合同再仔细看了一下，就是中文合同。然后中文就是跟他黑中介签字的中文合同里面有写得很清，付款方式为一次付清，也就是说，中介让我先付5000块，再付剩下的中介费，已经违约，所以是中介违约在先。第二个就是汇率问题，汇率问题合同中也写的很清楚，但是他没说是按照黑市汇率，只说按照离岸价格。既然合同写的不可能就按照市场价格，你不可能按照黑市，哪怕是黑市 OK 我们协商好了，那也要把黑市价格写到合同里面，我们再按当日的黑市价格。这些都不说，哪怕你高的离谱的不说，主要你要把它写进去，有个记录，你按照这些合同的约定来，而不是一步步的设套，一步步的让你中招设局来牵着你鼻子走，这才是我最终决定终止合同的原因。我在这里也记录了我的顾虑。顾虑一，他让我临时支付5000块钱，不是因为工资省，我肯定不会支付这5000块钱。第二就是工资省他诈骗撒谎，说是有资质的，其实是没有资质的黑中介来把我们卖给白中介。然后又因为汇率的问题，合同里面写的很清楚，按离岸价格，黑中介却要按照一个他所谓的影子银行黑市价格来对我进行支付，而且也不把它写进合同，所以我完全可以断定，日后我跟他一定会100%发生更严重的纠纷。这段证据聊天记录是在我跟他发生汇率纠纷的第二天中午，18号的中午12点，因为前一天晚上18号2点、3点、5点我才睡，所以他跟我最后一通电话语音是在18号的中午，我睡觉睡到了12点，然后他这边就给我不停的发消息，发了一堆，然后催我交钱，然后说已经给我开始找专业了。我雅思都还没考，他还叮嘱我说雅思你可能要多考几次，把分都拉一下。然后这边说就已经开始找专业了。然后我告诉他，我说考虑了一夜放弃合同，说了好几次，1次、2次、3次、4次、5次，我说了5次我要放弃合同签订。然后他说因为汇率嘛，我说汇率太多，他说他没办法理解，他说合同也签好了，我都还没有意识到他会拿合同来威胁我，然后说我的条件还可以，应该可以帮我。这也是我很讨厌的一个地方，这不是帮，我是跟你签合同，按合同办事，我们约定好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不是帮，我是买你的服务，你非要搞得我欠你一样，你帮我在这里，这就是在 PUA 吧，因为他有人设，因为跟他一开始在微信上自我介绍的时候，他让我叫他朱老师 ，OK， 因为我看他微信照片至少50岁，所以本着尊老爱幼的一个原则，所以我感觉叫老师也 OK 吧。所以我这么叫你可能是出于尊重，但是你用这个来 PUA 的话，
那很过分。所以在这里他又说，我真心觉得你要闯社会要三思而行，我闯社会要死，管你什么事啊？然后让我给他一个原因 ，OK， 那我给，我说我们这个办理过程是需要沟通协调，建立信任，而且我在境内无法跟他们当面接触，也没有熟人，我也不太信网上广告，因为我看了公司审的视频，我很认可他，而且他的视频我基本上关注他之后我都看了，所以我就找到了这位中介。然后这位中介他很多地方也没有提前告知我，而是我发现不对之后才去找他解释。比如说合同的事情，是我自己看了之后才知道是跟不同的人签，他也没有提前告诉我，也没有在事后主动给我解释。汇率的也是没有提前跟我说，而是在我不断的追问后在不断的狡辩，并且也没有按我的要求把当日的汇率加到合同里面。所以上面这段话其实已经写得很明白了，但最后我还是给了一个客套话，我说 case 变数太多，考虑一夜没睡，然后他要跟我通话，然后就这通通话跟我讲了一大通，最后看见我还是不能说服我，就威胁，然后我放一下录音吧。5000块钱你要留下来，直到你改变主意，我们接着走。你要不改变主意，那这5000块钱我也不退。OK， 所以他把话也说得很明白，我没得选择，5000块钱是不退，你要么继续让我割，你要么5000块留在这里，你滚蛋。所以他这么一威胁，只是更加坚定我要跟他和公子沈杠下去的决心。这封邮件是黑中介发来的连哄带威胁的邮件。之前他在跟他最后一通语音通话的时候，他威胁是要么继续合作，要么不退5000块，但是没有提合同的事情。但是这封邮件里面，他显然找到了威胁的筹码，就是说我已经在合同上签字，合同已经成立，你现在终止就是解约毁约 ，OK， 然后又给了我3个选项，第一，让我继续给他割，第二，我自己办，然后给我咨询，每次1小时，真不知道他哪来的自信啊。第三，按毁约责任来处理，5000块不全退，退一半，看着好像套路满满哈。前面威胁，后面还给你3个台阶下，一个比一个损失小。不对，他没有损失，这都是我的损失。第3个很奇怪，追溯我的毁约责任，合同里面有毁约的这些约定的话，就按毁约；没有那就协商。你说扣5000块，扣2500我就扣2500，哪门子啊？我还以为你公司很推荐的还很专业，到这后面他们全部露出马脚了。OK， 这封邮件他话也说的很透彻，还给3个台阶下，套路还是很满的。然后我回他邮件了，然后我给他回了3点，我说我没有收到有效合同。当然我这话其实确实也是比较及时才说出来，因为即使我没收到合同，但是我签字了，他们有合同，那确实也是有效的，这确实是我的疏忽。第二点，我说我要曝光他们，交给大众评判。第三，我说5000块我会一分不少追回来，这是我给他威胁反弹回去的一封威胁邮件。然后我又马上写邮件给公子沈，公子沈的邮件是在他 YouTube 频道的 About 关于里面找到的。然后我也没有写给他介绍太多，因为第一次给他发邮件，我也没有写太详细，因为 Gmail 里面
对邮件有限制，图片不能贴太多在正文里面，我就放到附件里面了，也不知道他有没有看，可能没有看吧。然后1个小时之后，黑中介电报上给我消息说愿意退我，但是要求我不能曝光他。我同意了，当时我就口头同意了，因为我当时觉得平白无故5000块被人家给讹走了，确实很不爽，也比较急，我就同意了。再加上他们不是一个人，一群人，黑中介、工资省还有个一堆人，后面还有个产业，所以我就同意了。然后为了防止中介会把这些聊天记录在电报上双向都删除，所以我又单独写了封邮件，把他愿意退款的聊天记录贴到邮件里面，并且跟他说明我要他在解约合同里面对5000块是定金的一个依据进行说明，并且把解约原因也说明，这就是我跟他在协商解约合同。然后晚上黑中介发来了解约合同，很显然他并没有看我的上封邮件，也没有去接受，所以发了一封解约合同，里面只有来束缚我不曝光他跟公子省嘴脸的一个条款，然后他们也没有签字，也没有之前我签字的合同，双方签字的合同副本都没有发来，所以他很显然还在套路我，所以我没有接受，我只是因为我没耐心了，我就发出最后的一个警告，我就让他给出一个说法，并且道歉。如果他不接受，那就不要回这封邮件了。这是我跟他最后的一次邮件沟通。然后第二天凌晨3点，工资省回邮件了，回复几个字，对方已同意退款。我挺意外的，他可能没有看我的附件吧，我给他写邮件的附件，因为那些证据，因为我觉得你但凡用个正常人的角度去看这些证据的话，再去认真对待你的信用，认真对待你的粉丝，我觉得你也不会这么几个字甩过来。我其实很失望，他这几个字其实我说的很失望。然后第二天晚上，然后我又决定，因为我其实当时已经打算要曝光了，不要这5000块的，但是我想想，耍公子省，他年纪应该跟我差不多大，可能比我大一点，因为这事情曝光出来对他影响，我觉得还是会有一些，我不希望他的名誉受到影响，因为我觉得他节目做的还可以，说的东西还确实值得大家去传播，所以我在最终撕破脸之前，又给他发了封邮件，跟他详细的说了下。我说我的私人信息你可以往前面邮件可以看到，我是你的粉丝，我不是你同行，也不是一名行业的人，然后巴拉巴拉一堆，反正也都是如实跟他说吧，也不是客套，不是跟他套近乎，就是客观的跟他说一下。至于他信不信，那可能确实也不好说。然后我在邮件里跟他提出了3点需要他帮忙协调的一个诉求，就是让黑中介把之前签字的合同副本发给我，并且再带上解约合同，解约合同中不能有其他限制我的条款。当然因为我不信任这个黑中介，因为我完全觉得我签字之后他也不会退我这5000块，所以我在这里我也跟公子省说了，我可以对公子省承诺，只要这3项都协调成功，我不会公开跟他们的任何聊天记录。然后第二点就是说让他把这个退款退到我的账户。第3点就是让黑中介给我道歉，然后附上退款截图，并且这些邮件都同时抄送给公子省。然后如果解决成功，这件事就翻篇了，就完结了。所以，然后晚上11点，公子省回复多了几个字，我了解你的想法，但双方各有各的道理，纠纷在所难免，和好散吧。据我了解，对方已经同意停止合同并全额退款，所以我不再介入。好吧，还是给我的感觉息事宁人吧。
因为双方各有各道理，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看我的这些地方邮件里面的附件里的证据，因为他在推文里面有说这个中介是他认识，那我就基于他们是熟人的一个关系，他肯定会偏袒这个黑中介，所以他会觉得黑中介说的更有道理。我的话可能也有道理，但是他没有完全觉得我是他信任他的一个粉丝是完全因为他的信用我才找到这个中介，才发生后面的纠纷。所以他后面说对方也同意停止合同并退款，那就是赶紧拿钱闭嘴滚蛋呗，就这个意思呗。好吧，既然我已经把这些都写得这么清楚了，他既然把话说到这个份上，那我也就没有必要对他客气了。一点题外话，公子沈在12月2号的一条推文中说他会拉黑3类人，如果谁被他拉黑的话，必然是他所定义的这3类人中的一类。根据公子沈的建议，我反省了一下我自己，我只是在他昨天跟某网友互动的推文下 po 了一下我跟他的故事，16个赞，2个转推，3个评论，很接近他标准中第2条，但是我不是空穴来风，我是拿出证据指责他的酸民，酸不酸我不知道，姑且酸吧，但是很明显不符合他这3个标准中的任何一条。如果你们谁认识他、见到他的话，请帮忙转告他一下，让他更新一下他的牌坊。谢谢大家。